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这样看圣经会出大事。之所以有这样的一期节目，原因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句圣经没几个人懂，就是这一期节目所引起的。当然这个标题肯定会引来一些骂声，因为一定会有人觉得这个标题太狂妄了，所以就有朋友留言，大致意思是只有你懂，别人都不懂，言外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太傲慢了。不过标题的确是不够谦卑，当然不谦卑自然不是好的见证，这种批评我也是接受的。不过网络节目毕竟就是这样，有些时候标题不惊悚一点的话，真的不会产生什么好的效果。其实很多我觉得内容很好的节目，只是标题比较平淡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流量。当然也不是为了流量就一定要做一个标题党，只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节目中把标题呢起得惊悚一点，可以算是我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妥协吧。但毕竟节目被更多人看到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会帮助到很多人的。至于看了我们的节目会产生负面情绪的，我觉得相对还是很少的。不过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标题的问题，我们聚焦的是圣经，所以今天的内容还是有干货的。因为那一期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26章52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这句经文一直被一些人滥用，说这是圣经在教导人不能暴力反抗，以暴制暴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。而圣经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如果有人还没有看过那一期节目，可以先回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就不过多的解释了。今天这一期节目主要是因为一位朋友的留言，当然他可能把我当敌人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他给我提出了一个看似比较尖锐的问题，并且想用圣经来反驳我。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，但这是我很喜欢的方式。不管是在原来如此这个频道，还是同在频道，大家在一起讨论信仰圣经都是很好的。特别是如果能够使用圣经来反驳我的人，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，因为这样的讨论是有一定的门槛的，而且呢也能够让更多的真理显露出来。他拿出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13章第10节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看上去这句经文和马太福音26章52节很相似，一个是在讲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另一处则是说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两段经文的确是很像，或者说呢这两句话就是同一个意思。如果今天你利用 AI 来解释这两句话的话，似乎给出的答案也差不多。 AI 也会说这两句话有很大的关联，说他们是在教导基督徒不要使用暴力。我本来是想在留言区给这位朋友解释，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是让更多的人看见比较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两句话说的真的是一个意思吗？真的是在说基督徒不要暴力反抗吗？接下来我们就采用两种最常用的方式来和大家拆解这两句话。如果大家都能够掌握好这两种方法，我觉得对大家研读圣经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第一种方式就是对照上下文，看说话的语境是怎样的。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马太福音26章
52节的语境是，耶稣和门徒们交代他要走了，要离开他们了，所以接下来门徒们要自己走完人生剩余的路了。这样呢，自己该准备的东西都要准备，要有钱，有行囊，有鞋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还缺什么呢？门徒们说，都有了，不缺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还要准备刀。所以这里的刀与门徒们将来的生活是有关系的。只不过接下来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就被捕了。彼得就以为耶稣说预备刀就是用在这里的。耶稣对彼得说的那番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不要动刀，他们是来抓耶稣的。耶稣本来已经准备好要被这些人抓走，彼得动刀不仅打不过他们，反而可能在乱战中被这些人杀掉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让彼得不要白白的牺牲，也就是说，收刀入鞘的原因是刀不是用在这里的。而启示录的那一段话是在说什么呢？启示录13章是为我们展示了在末后的时代，圣徒在黑暗的势力逼迫下的场景。世上有很多人被迷惑了，而末世的圣徒要有信心，要忍耐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一些圣徒会被掳掠，一些圣徒会被刀杀。而原因是海中出来一个兽，这个兽代表着逼迫人的黑暗势力。而除了海中出来的兽，还有一个地中出来的兽，而这个兽会逼迫人接受他的兽印，而不接受的人连基本的买卖都不可以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基本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一个是在讲门徒即将面对的独立传道的生活，另一个则是讲末后世代基督徒的逼迫，完全是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背景。门徒会用刀杀人吗？不会。末后的基督徒会用刀杀人吗？也不会。所以我们不是动刀的那个人。一个是说门徒们将来传道时会遇到危险，所以呢要有一定的防备。另一个是在说末后的基督徒，即便你被掳掠，即便你被杀，也要忍耐。所以两段经文讲的完全不是一个背景，也不是同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比较，本来就是不对的。一个是在教导彼得不要被杀，另一个是说一些基督徒一定会被杀。当然，这样的方法相对会难一些，因为你需要阅读很多的圣经，需要对前后文都有一定的了解。所以有人说这种方法会太麻烦，太难，就不能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吗？有。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介绍第二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理论上更直接更好用，但是第二种方法有的时候并不是通用的，不像第一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标准的通用方法，不管放在哪里都是好用的。而第二种方法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用，但是相对今天的这两段经文，第二种方法就非常的好用。我们在影片的最后也会给大家分享几段非常适合第二种方法的经文，看过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其实圣经也没有那么难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先说回来本期的话题。其实很简单，第二种方法就是多种圣经版本对照使用。和合本圣经启示录13章第10节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这是和合本给我们的翻译，而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却不是这样的。圣经新译本启示录
13章第10节，如果有人应该被俘虏，就必被俘虏；如果有人应该被刀杀，就必被刀杀。在这里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。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版本的圣经，环球圣经译本，启示录13章第10节，人如果注定要被俘虏，就会被俘虏；如果注定要被刀杀，就会被刀杀。既然这样，圣徒就要坚韧和忠心。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，如果你手上只有和合本圣经，的确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读不懂，因为和合本所使用的语言毕竟是100多年前的语言，所以很多用法和今天都不一样了。而且当时主要是一批懂中文的西方宣教士翻译的，由于年代比较久远了，而且是外国人翻译的中文，很多地方的表达还是有一些不准确的，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新译本圣经。这是懂外文的华人翻译的，所以很多地方的表达就更准确了。然而新译本圣经很多地方还是受到和合本的影响，而最新的环球圣经译本应该说是最新版的圣经译本，可以算是新译本的升级版，语言更贴近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中文，而且更接近圣经原文的意思。在网络上有免费的电子版可以查阅，不过还是希望有条件的弟兄姊妹可以购买纸本圣经，因为不管现在电脑还是手机，我们都看得太多了，所以呢对眼睛都不好。 OK， 如果你能够多版本的圣经对照着阅读，很多不好明白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好懂了。这里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和合本的翻译是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而新版圣经的翻译是如果注定要被刀杀，就会被刀杀。这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，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末后大逼迫来临的时候，有些基督徒就是会被抓，有些基督徒就是会殉道，而在这个时候基督徒要有忠心，要忍耐。所以这句话与所谓的用刀的必被刀杀完全没有关系，说的也不是一件事情。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和合本为什么要这样翻译，可能这种翻译当时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，但对于我们现代来说，这种翻译的确是有一点不准确的。所以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意思就是有些基督徒要走的路就是会被囚或者殉道，这是他们必走的路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所以基督徒被囚不可怕，殉道也不可怕，基督徒离弃了神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当我们查考不同版本圣经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一些翻译其实是不一样的。而我们通常认为圣经的原文越早的抄本是越准确的，而圣经的译本则是离我们越近，理论上是越准确的。当我们使用不同的版本查考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和马太福音26章中的完全没有关系。当然我们也说这个方法并不是通用的，但由于和合本圣经在翻译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还是很多的，所以这个方法能够用到的地方仍然非常多。以弗所书第4章15节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也是一句被滥用的话。很多人觉得只要我出于爱心，说什么样的诚实话都是可以的，哪怕是伤害人的得罪人的话都可以。
环球圣经译本以弗所书4章15节的翻译是在爱中传讲真理。这就很清楚了，说诚实话和真理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有些诚实话说的时候要三思，但是真理则是要被传讲的。如果你说的不是真理，只是诚实话，那么有些话则不必说。又比如哥林多后书3章6节，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合本圣经，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叫人活。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则是律法条文使人死，圣灵却使人活。是不是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晦涩难懂，而新版圣经的翻译则比较好理解呢？又比如约翰福音2章4节，耶稣对玛利亚说，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是不是觉得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这个翻译不是很好。而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则是你为什么要我干涉这事呢？在迦南的婚宴上，婚礼用的酒没有了，玛利亚要耶稣想办法，耶稣的回答是为什么要我干涉这件事情呢？而不是对玛利亚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多个译本来研读圣经，是不是会更好的理解呢？喜欢读圣经的弟兄姊妹，一定不要一直盯着和合本了。有些地方按照和合本字面的意思理解是有问题的，如果还拿出来与人辩论，更是会闹出笑话。所以大家不要再这样读圣经了，这样读下去，你不仅不会懂得真理，而且呢，还可能出大事。好吧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下期见。